结婚当天，闺蜜妈妈造谣我大学做被包养，还流过产。我知道后，本来想报警，所有人都劝我一切以婚礼为重，不要跟长舌妇计较。结果跟造谣者同桌的人正在直播，这件事越传越广。我婆婆听信了这件事，逼老公跟我离了婚。有人投诉到单位，我被开除。而我父母因为这件事在村里抬不起头来，跟我断绝了关系。接连打击下，我得了抑郁症，跳楼自杀。在睁眼，我回到婚礼当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等一下，我打断化妆师的动作，低头拿起手机，很快就找到了直播间。点进去后，几个中年妇女正说得起劲，这男方家里是做什么买卖的，搞得这么排场？听说是做酒店生意的，家里好几套房子。说起来还是人家小西有本事，长得漂亮，会勾引男人。我手机一外放，引起几个伴娘注意。其中一个伴娘凑过来，看到里面的人，惊讶地来了一声：“方莹，是你妈？”方莹凑过来，她妈妈罗红还在说话。其实我们莹莹比小西漂亮点，但就是没有小西那狐妹子功夫。小西胸那么大，都是男人搞出来的，从小就会勾引男人，小学就跟人谈恋爱，大学被人包养了，为了钱什么人都勾引，还流了好几次产。哎呦，作孽哦！听到这里，方莹脸一白，慌声道：“西西，你别听我妈乱讲，我现在就出去制止她。”不等方莹往外走，我噌的一下子站起来，直接往罗红所在的那一桌走去。方莹伸手拦我：“西西，你别去，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，我去吧，我好好管管我妈，保证不让她开口了。”身后的几个朋友也在劝，说今天是结婚，还没到时间，新娘子就这么出去了，影响不好。是啊，西西你忍一下，你也知道我妈那张嘴就是没个把门的，我现在就去教育她。过了今天，我让她跟你赔礼道歉，别让她毁了你的大日子。方莹一脸真诚，仿佛在为我考虑。上一辈子我不是在直播间知道的这事，是一个亲戚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过来跟我说。我当时听了这些人的话，忍了下来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方莹还没来得及带着他妈来道歉，我这件事就已经传开了。因为这个谣言，我失去了老公、父母以及工作，最后被活活逼死。而罗红自始至终没有出来说过一句辟谣的话。重来一世，我自然不可能就这样过去，毕竟婚礼和生命，我还是知道孰轻孰重的。我没理睬方莹，快步往外走。到达罗红所在的那一桌时，他还在说我流产的事。那时候他还在上大学，怎么可能让父母知道？跟我家莹莹借钱，我家莹莹仗义，偷拿我的钱被我发现了，我才知道的。那男的他妈跟我也认识，后来我求证过，他儿子确实把小西肚子搞大了。阿姨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方莹和我的声音同时响起，罗红被吓得打了个激灵。她转过头看到我，尴尬地笑了笑，很快又装没事人一样问我：“小西，你怎么现在就出来了？”我一脸震惊地看着她：“阿姨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大学流过产，你看到了。本来只是小范围的人知道，但我一亮相，外加一嗓子，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。”罗红瞬间变得手足无措，方莹觉得丢人死了，拉了拉她的衣角：“妈，道歉。”罗红站起来：“小西，对不起，你知道阿姨这张嘴就没个把门的。”我瞪大眼睛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是真的了？罗红刚想说什么，我父母以及我老公也赶过来了。西西，
怎么了？妈妈挽住我胳膊，有什么事好好说。妈，阿姨说我大学跟男的乱搞，怀孕流产了。我一脸惊恐，我怎么对这件事一点记忆都没有？肯定是那个男人对我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。此话一出，我妈的脸色瞬间黑了。她看向罗红，罗红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女儿结婚，你在这里造谣是不是？罗红陪笑，是我讲错话了，我已经跟小西道过歉了。我妈回头劝我，西西，你罗阿姨就是爱传闲话，她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就别计较了。我爸也在我身后说，对，你看你这是什么样子，亲戚朋友们都在呢，没有人会相信这无聊的谣言。不只是我的父母，所有人都开始和稀泥。眼见这件事就这么过去，我直接掉了眼泪。不，罗阿姨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这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没有印象有过这种事，肯定是我不情愿状态下做的。那男的已经算是犯罪了。罗阿姨，你快告诉我这个男的是谁，我去报警。听到我要报警，刚才还嘻嘻哈哈打圆场的罗红瞬间笑不出来了。他连忙说，没这个人，就当是我瞎编的行不行？小西，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，是我不对，不应该说这些。你好好举办婚礼，我以茶代酒，当我给你赔罪了，你就当我造谣啊！罗红举起茶杯，一饮而尽。喝完，他看着我，行了吧？我直勾勾盯着他看，仿佛对他这个举动很不满意。罗红感受到我的不高兴，又觉得他这个长辈已经给了我这个小辈应有的尊重，但我还是不依不饶，于是开口就要走，说自己扫了兴，不应该留在这里。我直接拉住他的胳膊，不行，阿姨，你不能这么走。罗红无奈地看着我，欠我也到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难道要跪下来给你磕2个吗？我皱眉，你刚才这些话大家都听到了，既然你说是造谣，那你给我澄清一下吧。现在你就上那个台子上，对着大家说你胡说八道，喜欢说闲话，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你的臆想。闻言，罗红脸一沉，他本来当着这么多人道歉已经够丢人的了，如今我还逼着他上台子上讲话，顿时不高兴了。展熙，我给你道歉就是已经给你留脸了，你难不成还真以为我说的是假话呀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句话我送给你。我握着他的手更紧了，那意思是这件事就是真的。那你告诉我这个男人是谁，不然就是你胡编乱造，我要告你诽谤。罗红成功被击倒，那男的叫宁伟，你俩好的时候人家还有老婆，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我微微一怔。与此同时，方莹的脸白了又红。罗红没注意到自己女儿的异常，只看到我的表情，立马变得得意起来。想起来了吧？我还没说话，方莹率先一步拉住他妈的手往外走。妈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今天可是小西的婚礼，我和小西是朋友，以后你让我俩怎么相处？罗红嚷嚷道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已经给过这小丫头脸了，是她自己非要把事闹大的，这种朋友不要也罢。罗红不会知道，方莹根本不是害怕我们2个的友谊破裂，她害怕的是真相暴露。上辈子我就奇怪，一件虚无缥缈的事，罗红怎么会连细节都记得住？刚才听她讲话以及方莹的反应，我就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直到他把这男的名字说出来，我基本确定了，确实有人在大学当过小三，流过产。不过这个人不是我，是他的亲闺女方莹。我曾在大学门口多次见到方莹上宁伟的车，我知道他们2个好过一阵，却不知道宁伟有老婆。也有一段时间，方莹虚弱的厉害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自己来例假了。当时我还不懂，来个例假怎么会疼成那样？
眼见两个人都要走出大厅了，我再次拦住罗红：“你不能走，你要给我作证。”我坚持自己没有这段记忆，也不记得自己跟宁伟有交集。既然他记得这么清楚，那就去派出所把事情经过说一说。如果他不去，就是他编故事。罗红却以为我是故意装傻，想把这件事掩盖过去，也不走了，对着我叫嚣：“你就算不信这件事也是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宁伟今天在这里订婚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过来，到时候可不好收场。”我梗着脖子：“你有本事把他喊过来对质啊！”罗红被刺激的直接甩开方莹的手，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宁伟还真的就在这里订婚，没几分钟，宁伟妈妈就来了。她一来，罗红就拉着她的手：“你儿子第一段婚姻的时候，是不是把一个大学女生肚子搞大了？你看是不是这女孩？”我本以为宁伟妈妈会在这种场合否认一下，毕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谁知她还挺骄傲地说：“都多少年的事了，谁还记得这些？不过是有个小姑娘一直追着我家维子跑。”说完，她才意识到这是什么场合，捂着嘴笑了笑：“你怎么约我来这里说这个？”罗红对我眉开眼笑：“展熙，你听到了吧？就这样吧，你今天结婚，我给你留点脸，你那点过去我就不全说了。”说完，他们两个若无其事开始聊宁伟二婚对象的事，说宁伟对象是宁伟领导的女儿，他很受器重。我开口问：“这位阿姨也只是说有位小姑娘，这位小姑娘就是我吗？”全场的人都伸着脖子往我们这边看。司仪那边催了几次，说及时要开始了。我爸妈觉得太丢人了，过来拉我：“展熙，这是什么场合？你这么闹，等婚礼结束再说，不行吗？”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我就要现在解决，不然到时候我的名声都烂了。”我爸被气得骂道：“人家已经给你留脸了，没听出来吗？别追问了，你还想不想结婚了？”我抬头看去，发现我未来的老公和婆婆脸黑得像锅底，眼底对我的嫌弃已经满得要溢出来。婆婆厌恶道：“这就是你给我选的好儿媳妇，我当初就说她是只骚狐狸，你还不相信？”老公走过来，语气十分不悦：“展熙，这些事都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这婚恐怕没法结了。”婆婆在后面说：“真够丢脸的，自己做了那么多脏事，还要把事情闹这么大。”听着这些人的话，我感觉更委屈了。父母光顾着自己面子，想着把婚礼完成，老公觉得我这么做丢人。可我和他大一相识，大学几年，天天粘在一起，我有没有怀孕他最清楚。可最后他也相信了那些人的话，他们三个本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在我被造谣后，不想替我明辨是非，要我忍下去。尽管上辈子已经经历过这些，我的心还是不受控制地疼起来。没有人替我站出来，那我就自己站出来。我说，就算不结婚，我也要把这件事搞清楚。行啊，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们。罗红笑道。我妈连忙凑过去，把红包塞她手里。罗大姐，你行行好，不要跟小孩子置气。罗红冷哼一声，看在之前的交情上，我放你们一马。各位，就当刚才我是开玩笑啊。说着，他们三个人往外走，我紧拦慢拦，你们不能走。可我被爸妈死死抱住。就在挣脱不开时，两个警察进了门，拦住罗红他们的去处。你好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有人在无意识状态下被侵犯了，请问受害者是谁？是我。我终于从父母的怀里挣脱出来，举着手凑到警察面前。警察叔叔，我好像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人侵犯了，还被迫流产。虽然我对这件事一点印象都没有，
但我有证人，这2位阿姨都能作证。我用手一指罗红以及宁伟妈妈。罗红傻眼了，不是，展熙你来真的呀？你还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事啊？我哭着说，我肯定要给自己讨个公道啊。罗阿姨，麻烦你给警察说说你知道的情况，你一定要给我作证。说完，我又指着宁伟妈妈说，警察叔叔，这是犯罪嫌疑人的妈妈，她也能作证。听到我这句话，宁伟妈妈炸了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什么叫做犯罪嫌疑人？你可真不要脸！你们2个你情我愿的事，算什么犯罪啊？我哭哭啼啼，你情我愿，我一点记忆都没有，哪来的情愿？肯定是你儿子给我下了药。警察叔叔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啊！听我们3个人左一句右一句，眼前的警察头都大了。他们将我们分开，一个个问话。先是问我一口咬定自己被下了药侵犯了，还可能被拉去黑心诊所打胎，但我自己一点都不记得。旁边2个阿姨是我的证人，请警察帮我调查清楚这件事。罗红刚准备说话，一边紧张的方莹拦住他，警察同志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是我妈在造谣，根本就没有这一回事。说完，他跟我道歉，小希，都是我妈不懂事，她不愿意道歉，我跟你道歉。我说，我不要道歉，我就要她给我作证。罗红也在一边开口，莹莹，你跟她说这些干嘛？她就是个白眼狼，道什么歉？我就算给她作证，她也是个被包养的烂货。宁伟妈妈也跟着叫嚣，对，什么被侵犯？她是被我儿子包养了，现在不承认了，不承认也没事。当时他们2个开房钱都是我出的，打胎也是我找的诊所，一问就知道了。我哭着说，那可太好了，这都是证据。没有办法，警察只能把宁伟本人请来了，还好他就在隔壁，不到3分钟就带过来了。当时宁伟一脸懵，身后还跟着他即将订婚的对象以及对象的父母。听说这个宁伟对象父亲是宁伟的顶头上司，一眼就相中了宁伟。也正是这样，宁伟把跟自己结婚10年的妻子抛弃了。宁伟出现那一刻，方莹就要走，罗红却一把拉住他，莹莹，我知道你不想掺和这件破事，可你要看清楚，这到底是人是鬼，以后交朋友要小心点。宁伟，有人举报4年前被你下药侵犯，你母亲却说你们2个是包养关系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听到这句话，宁伟第一时间就跟自己订婚对象否认，不是，我没有做过。警察狐疑地看着他，真的没有吗？你母亲那里可以提供证据，还有你身份证下有开房信息，只要调监控都能调出来。面对警察，还是鲜少有人能撒谎的。宁伟长吸一口气，拧眉走到方莹面前，你怎么回事？当年不是给了你钱，说好聚好散了，你怎么现在环抱上警了？故意报复我吗？现场瞬间更安静了。几秒后，我听见人群中有货的声音，这反转，所以说被包养的是方莹，他妈怎么说是展熙？方莹撒谎了呗，合着刚才他说的这么难听，到头来是自己女儿。方莹死死咬着嘴唇，几乎要把脸埋到地下去。罗红更是傻了眼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宁伟你干嘛呢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跟你乱搞的是展熙。宁伟抬头看他，谁是展熙？在警察的追问下，宁伟直接承认了他跟方莹的那段过去。2个人因为罗红老去找宁伟妈妈聊天认识的。当时宁伟前妻刚怀孕，宁伟觉得无聊，跟方莹聊天，方莹找他借钱，宁伟开玩笑说跟他睡一次给100块钱，方莹就答应了。宁伟一脸无奈，这都是提前讲好价格的，说是包养，
其实我睡了他不到4次，就发现他还跟别的男人上床。我嫌脏就没找他了。后来他跟我说怀孕了，还非让我出钱给他打胎。我害怕他跟我前妻乱讲，就带他去诊所打了。听到这里，罗红怒不可遏，反手给了方莹一巴掌。你他妈的贱不贱？100块钱就把自己卖了？方莹捂着脸，全身颤抖，忍无可忍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不给我生活费，我实在没钱才去卖的。罗红常常在外面夸方莹懂事，学习好，人漂亮，上大学不但不拿家里钱，有时候还会给家里。身为方莹的闺蜜，我却深知她这些年多缺钱。罗红把控她花钱，可偏偏她又喜欢奢侈品。刚开始是去借朋友的钱，后来是借网贷。忽然有一天她不缺钱了，我还以为是罗红良心发现，这才知道她去卖了。知道真相的罗红崩溃了，伸手拍打着方莹的身上：“贱东西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把我和你爸的老脸都丢光了。”他打方莹打累了，又去打宁伟。狗日的，你凭什么欺负我女儿？你这是强奸，我要告你！宁伟也正在气头上，刚才他一顿坦白，他的准二婚老婆以及岳父脸色不善的已经走了。如果不是警察拦着，说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他早就追出去了。尤其是刚才他问了一遍，才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罗红这张破嘴，就更生气了。他叫道：“你自己女儿要卖谁管得了？”罗红疯了，一定是你勾引的我女儿，她那么懂事，怎么可能会去做这个？是你诱拐无知少女。宁伟妈妈看宁伟被打，心疼坏了，上去一把把罗红推开。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罗红骂他：“你培养出这么个祸害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宁伟妈妈战斗力爆表：“你是好东西，年轻的时候你就喜欢往各种男人身上凑。你女儿说是缺钱，说不定就是遗传了你，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。”罗红气得不行，上去就开始揪头发，两个人扭成一团。过了许久，警察才把两个人分开。因为涉及了肉体买卖，所以他们要把方莹和宁伟都带回去。但最主要的还是我的案子。警察问我还要告宁伟侵犯吗？所有人都以为我应该到此为止，我却点头，要的。他并没有证明跟我没关系，他只是说他跟方莹有关系，却没有证明没让我流过产，这是两码事。宁伟一听我的逻辑都崩溃了，他对我说：“我都不认识你，咱俩能有什么关系？”我坚持要警察调查。你确定你跟我没关系吗？可是你妈妈也说有证人能证明给我做过流产手术。没办法，在我的不依不饶下，宁伟妈妈只能当众拨打了那个诊所的电话。诊所负责人带来了近几年的病历，警察翻了又翻，确定里面没有我的任何信息。不过真的翻出来了方莹去流产的记录，不止一条。那一年她竟然打过5次，害怕我继续纠察下去。宁伟妈妈主动上台跟我鞠躬道歉，说刚才是她搞错了对象，她儿子包养的是方莹，根本不是展熙。宁伟也说他根本就不认识我，只是大学见过我2次，感觉人长得漂亮，但每次见我都是在图书馆外面，觉得我太爱学习，所以就敬而远之。他们2个做完澄清，我抬头看向罗红，拿出刚才录制的直播视频。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这些都是谣言，你等着吧，我会告你的。话音刚落，台下掌声雷动，在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仿佛在为我庆祝这次胜利。我仰起头，对这些人说：“刚才新郎说，如果这些谣言都是真的，就不准备跟我结婚了。如今证明都是假的，我也不想跟他结婚了。我们在一起6年，
大学我每天都跟他黏在一起，就算这样，他依旧不相信我。我不需要这样的丈夫。视线转到蒋成跟婆婆那里，他们2个人的脸都绿了。蒋成快步走来，笑容僵硬：“宝宝别闹了，误会都解释清楚了，婚礼还是继续吧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刚才你妈骂我骚狐狸，你没听见吗？咱俩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可你妈骂我，你一句话都没说过。离婚吧！我刚准备告诉大家吃好喝好，今天婚礼取消。”我父母走了过来：“展熙，你疯了！”我爸的声音不怒自威：“你看你今天做的都是什么事？一件小事，他说你就说你了，你忍忍不行吗？今天可是婚礼，你偏偏报警，还要离婚，你可真是丢人现眼！”我的脸火辣辣的疼，比脸更疼的是我的心。上辈子所有人都在骂我的时候，爸爸也打了电话过来，我以为他会安慰我，却对我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说无风不起浪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如果我没做过，人家为什么要说我不说别人？当我离婚，寻求家人保护，我爸却把我赶了出去。他说我给家里丢人，他再也不认我这个女儿。如今我为自己正了名，他却觉得我小题大做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开口问：“爸，我不是你亲闺女吧？如果别人的亲闺女被造谣，就算不打起来，也要骂2句吧？那女的说我多难听，你也听见了，可你却指责我，是因为你跟她有一腿吗？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？”我爸怒不可遏，直接一巴掌扇了过来。我妈在一边激动开口：“展熙，你怎么能造你爸的谣？他和罗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我平静地说：“爸，只不过说了一句，说你了就说你了，你生气做什么？忍忍不就好了？”我爸被我气得全身都在颤抖，他手指伸出来：“展熙，我没有你这个女儿，太好了。”我伸手扯掉自己头纱，对眼前的人们笑笑：“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，我爸妈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，我会还清他抚养我的钱，以后也不会赡养他们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潇洒离场。这辈子我依旧离了婚，跟父母断绝了关系。不过令人意外，却没有一个人骂我。婚礼上的直播一直在继续，我对待谣言的处理方法一下子在网上爆火，所有人都夸我勇敢，骂我父母以及前夫不信任我，太强了，姑娘就应该这么做。我真不懂为什么父母要这么做。如果是我爸妈听到造我谣的，肯定就上去扇他们了。那老阿姨真有意思，说别人是卖的，结果真正卖的是自己女儿，这是什么爽文剧情？这件事同时传到了我单位里，正当我害怕有影响单位要把我开除时，领导竟然问我愿不愿意去国外发展几年，回来就能升职。我自然是愿意的。和父母断绝关系后，他们被骂惨了，天天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恢复他们的名声。可我哪有这本事？如今出去也可以躲一躲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做，我还是把罗红告了。当天，宁伟和方莹被带走后，警察调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买卖关系，便对2个人进行了拘留。宁伟拘留放出来后，老婆跑了，工作也没了，本来还有的锦绣前程也毁了。他妈气得在家里转圈，天天去罗红家要罗红赔偿精神损失费，说如果不是罗红大嘴巴，他儿子这点事怎么会被我翻出来？罗红自然是不会给。2个人就天天在楼道里骂。不过罗红的战斗力根本比不过宁伟妈妈，3、2次败下阵来，后来就不开门了。宁伟妈妈就开始在小区里宣传方莹的事迹，找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，还开了个直播。刚开始只是说方莹的事，说她1年打了5次胎，说她为了钱什么都能做。
后来开始说罗红年轻的事，越说越离谱。罗红气得报警，不过他的名声已经臭了，方莹更是不敢出门，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以泪洗面。也许是过大的压力把自己压出了病。一天早上，方莹光着身子在小区里乱跑，见到男人就扑，人们这才发现乖乖女方莹好像疯了。罗红把方莹送进了精神病院，小区里又开始传她克扣方莹生活费的事，说她在方莹大学期间1分钱没出过，所以导致方莹走了歪路。罗红受不了这些流言蜚语，便搬了家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一纸诉状，还是把他找到了。我要求他录制视频跟我道歉，要挂在网上至少1个月，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。罗红恨我恨得牙痒痒。展熙，你有完没完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还没找你要赔偿，你倒先找我要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你哪样了？你是说你被人说年轻时勾引男人，还把自己女儿逼疯的事？那你可冤枉人了。这些话都不是我传的，谁传的？你去告谁呀？罗红冷着一张脸，这些可都是你挑起来的。如果不是你执意报警，大家怎么会知道莹莹的事？我摊手，谁让你嘴贱的？方莹就是被你这张嘴害死的，想要赔偿，跟嘴要吧。不管罗红在法庭上怎么跟我争论，他造谣并且流传甚广，这件事已成事实。他不情不愿地录制了视频，赔偿金却迟迟不给我。不过我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钱。解决完这件事后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没想到这时蒋成却回来求我复合，他说跟我离婚后，几乎没人愿意跟他相亲了，就算有愿意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是哪种拜金女。我笑道：拜金女怎么了？当初你妈不也觉得我是拜金女吗？蒋成脸一红，嘻嘻，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。再说，我从没有怀疑过你。是他们，你是没有怀疑过我，但你也没有为我辩解过。因为相貌造谣我的人不少，可每次听了这些话，大家都劝我一笑了之，就连我最亲爱的男朋友也觉得无伤大雅，因为刀子没落在自己身上，不会觉得疼。现在所有人都在骂他们家保护不了媳妇，骂我父母不爱惜女儿，所以他们慌了，想要忏悔，可是已经晚了。蒋成，从你不维护我那一刻起，我就对你死心了。我连父母都不要了，我还会要你吗？我把蒋成赶了出去，并且警告他，如果再来就要报警。我在国外待的第2年，接到了一个女生的电话，她一开始就对我表达了感谢。我无比困惑的同时，她讲清楚了事情缘由。原来罗红死性不改，又在人家婚礼上乱讲新娘子的坏话。不过这次碰到了个硬茬，不只是新娘一家子，新郎一家也追着他打。罗红被打成半身不遂，外加方莹已经进去了，所以根本没人照顾。不过新娘也是担责任，直接赔了钱。这件事闹得很大，上了热榜。只不过大家发现造谣的是罗红后，很快就想到了之前我的事，所以根本不用新娘解释，所有人都相信这件事是假的。他同我说感谢，说如果不是我搞那么大，不会这么轻松解决。这不是我接到的第1个感谢电话，很多女孩子因为我都有了抵抗谣言的勇气。愿所有人面对谣言时能跳出自证陷阱。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相爱一生的人，他尊重我，相信我，最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他会站出来跟我一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
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